我的娘了呀！今年挣钱比吃屎还难了呀！这咋还没上呢呀，老乡？这都几点了，还叫人活呗？中国新年临近，往年这个时候呢，各行各业都在冲刺年底最后一波生意，商场里是人头攒动，街头也会热闹非凡，家家户户都在忙着采办年货。可今年呢，气氛却是截然的不同。今年那是怎么了？叫过年了，今年都腊月15、16了，市场什么经济么个萧条啊？带日费儿大家难不难？今年要准备不过年了噻，都没什么人呐，都是自己人啊。今天腊月19了啊！看看郑州百荣，你看看这生意，你看看这生意吧，伙计们，来吧，想干生意的都来百荣吧啊！年入100万不是梦啊！同志们，你们是不是今年都打算到30再买酒啊？到30再买啊？那要到30我都不等恁了啊！今年大家有没有同感？水果市场不管什么品种都卖不动，也不是以价钱的问题，也不是以品质的问题，也不是以品类的问题，而是市场压根儿都没有人。这也是全国目前市场同样的面临的情况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！今年这个生意真的是太吓人了，5一没人，10一没人，端午中秋也是没人，就今天是腊月18了还是没人。干这一行10来年了，就算是口罩时期，到了这个时候外地返乡了也是热火朝天了。可今年今时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，我是坐不住了，出门看了一下，连对面摆地摊卖玩具的也是寥寥无几。今年算是完了，过年还有10几天，不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。就像我一年到头就盼着年前这1个月大干一场，没想到竟然干成了史上最惨的1个月。店里店外都没人，人都不知道我这一屋子堆了几万块钱的货，每天就开个张，心里边都崩溃。像那一天收入2、3千人，根本就体会不到我的焦虑。现在收店收的我都抑郁了，崩溃了，收的我怀疑人生，想放摊不干吧，这一屋子的货我又没资格躺平，太难了。不仅是城市，连农村大集也是陷入了困境。这些热闹的集市却变得是冷冷清清，猪肉卖不动，蔬菜卖不动，摊贩们焦急地守着摊位。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。现在的农村大集上冷清的要死，我摊上没有生意，我隔壁摊上也没有生意，我左边的邻居也没有生意，右边的邻居也没有生意，大家都没有生意。就今年这生意能坚持下去就已经不错了。我跟恁讲，这都到年底了，这货怎么还卖不动是正事啊？那阳光玫瑰20元一箱都卖不动啊，卖3筐。我这毛克今天卖100多块钱啊，那豆腐一刚上点银啊，才卖了半板的，你看那哟，剩了一案子的啊，根本都卖不动啊。这今年这是真的了，都到真钱了，怎么还卖不动货是正事呢啊？今天是腊月19啊，我们是卖猪肉的，你们那儿卖的怎么样啊？我们这儿是空无一人呢。过年倒计时还有10天呢哦。今天到庆儿还没开户呢。服装行业曾经是节假日里最热闹的行业之一，可今年呢，不仅品牌店门可罗雀，连批发市场也是鲜有人问津。这几天服装实体店的生意真的是差得一塌糊涂，清货也不行，打折也不行，一天甚至于卖个几百块钱，甚至于还有不开张的。过个元旦突然间就没有人了，把我都给搞懵了。昨天收到一个客户说啊，3天就卖了一件特价的羽绒服380。说什么消费降级，错，根本不是降级，而是根本都不消费，没有人出来消费。还有10天就过年了，道上根本就看不着人，店里边一天进来几个人，老百姓手里真的没有钱呢，真的是不消费呀，能不买则不买，能少买则少买，真的太难了。
哪个儿才说半句假话？今天是1月14号，还有2个星期就过年了。如果是平时的话，我们这些小县城人山人海，生意好得很。但是今年大家可以看，街上基本上没得人。我从早上8点钟就来店里面的，到现在是晚上8点了，居然一双鞋都没卖得出去。我们才卖几十块钱双啊，还是亏起本卖啊！没得人进店，我不晓得现在的人去哪里了。现在是又没得生意，但是又不敢关门，差得有银行贷款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开店的人太悲哀了。老铁们，你们的生意如何啊？我这里房租马上到了，我只在考虑到底是继续租还是不开了。不开的话，才装修的，也觉得甩了可惜。唉。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衣服卖不动啊，连菜都卖不动。刚才我们那个邻居过来，他是那边卖菜的，然后他就说明天要回老家了嘛，然后过来选2身衣服，说这个现在的人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是光吃那个大白菜和大萝卜，一天就下这些货，然后其他上的那些贵菜也卖不动，完了最后都烂掉了。他现在也不上了，一天光走这个白菜和萝卜，说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连你说衣服不买就算了。你连饭你都不好好吃了，你天天说这可是北京啊，这要是换了其他地方，这可咋干啊？哎呀，我听了也是我想笑。现在就是这个消费降级，就是大家就是能凑合就凑合。往年这个时候，亲朋好友聚餐、公司年会、春节团圆饭，餐馆里座无虚席。可现在，不论是商场里的餐厅，还是街边小店，都是一片的萧条。今年是个么情况啊？我个30年我第一次见到啊！年前还有10几天，街上没得人，商场里没得人，小夜更没得人，是吧？你们跟我讲个底，你到底是你没有回来呢，还是说不想回来，还是说回来了没赚到钱不好意思出来，还是说你那在楼上，那我就等了2天，有没这么难呐？这么难呐？你说没赚到钱，喜欢的个用，马还小牌，是吧？但我们这经济实惠的管理，细粮产业可以，是吧？你硬是不出来呀，是吧？我们说实话，餐饮人呐，1年往那头，就是往过年这2天。你说过年这2天快票啊？你说你妈这人抢难活啊，抢难高啊，兄弟们噻！不出意外的话，餐饮行业今年将迎来最冷清的一个春节。那些想得到过年回本的董事长们，其实不用抱太大的希望啊。现在的餐饮真实状况就是周内没有人，周末也没有人。你说是因为现在做餐饮的人太多了吗？开店的人太多了吗？还是竞争太大了呀？过了元旦之后，我在商场逛了一圈，去其他的地方也逛了一圈，基本上都没有人。好的地方呢，也就做个3、5桌，这就算已经很好的了。不好的呢，就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做个1、2桌在那吊着。他呢，我就奇怪了，现在的人难道都不出来吃饭了吧？过年剪头发曾经是一种仪式感，可今年理发店里也是冷冷清清的。每年过年平时这个时候店里这个位置全部坐满了，今年一个人都没有啊。这几个烫头发、染头发的啊，就5、6个烫染，一点生意都没有，好恐怖。兄弟们，今年理发店的生意有多闲啊，有多惨淡啊！这么跟你说吧，我3天就把葫芦盘亮了啊！各行各业生意冷清，商家愁眉不展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人们手里已经都没有钱了，房价暴跌，工作不稳，收入下降，许多人最担心的不是买什么年货，而是房贷、物业费、医疗费还能不能够撑下去。今年回来过年了嘛，现在没找到钱了啊。这个呢，咱办下账嘛，马上就回来过年了，马上可做生意了。深圳现在的状态是，很多大企业裁员降薪，腾讯、华为、富士康等等，小公司徘徊在亏损和破产的边缘，有的甚至延迟1个月发工资，很多老板都负债累累，街上那些实体店也在苦苦的撑着，上班的拆东墙补西墙，
靠信用卡、网贷过日子，工资每个月都不够还款的。不是老百姓他不敢消费，而是没钱消费。网上都说平均存款11万，别说存款了，大部分的人没有负债都已经不错了。这就是很多深圳的人目前的现状。这辈子这个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买了这套房子，当时花了100多万的，现在50万都没人要，还有60万的房贷，每个月还得还5000，还得还14年，光利息都将近80多万。买房子是我人生当中上过最大的一大。当时买这套房就是为了小孩有个地方读书，不用在山旮旯里待着。现在不仅每个月得还房贷，每年还得几千块的物业费，特别是这几年护肤品行业严重下滑，全靠老顾客的支持明显的支撑着。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，实在真的是没办法，我就只能卖房了。但中介说了，现在这个世道，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，即使一降再降都没人问。现在除了日常的开支，还有老爸骨折大量的医药费，我都不敢多花1分钱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断供，一旦还不上，那就真的就得完了。我买完房子之后啊，我眼泪都哭干了。我每个月房贷3700多块钱，到现在已经还了4年了，现在还有70万的贷款。但是啊，我的房子按照现在的价格已经跌到60万了，谁能想到我的贷款居然比房子都贵？相当于我每天都是在给银行打工，那我每天的努力的意义在哪儿啊？就是为了赚钱给银行还月供吗？买完房之后，基本上不敢在外边吃饭，别的什么也不敢买，尤其是害怕啊，没钱了，还不了房贷了。都说买房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，提高生活质量、生活水平，但是我怎么感觉买完房子之后，我一点又不快乐了，也不幸福了，生活的质量也没有提高啊。可就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，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公布一组亮眼的数据：2024年 GDP 增长5%，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。官方宣称，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2，对世界经济贡献率高达30%，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。这个数据公布，立刻在网上引发大量吐槽。说2024年中国 GDP 134万亿，增长了5%。我那5%去哪儿了？不光是5%，我身边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少了50%，不止，加起来那不是55%去哪儿了？24年的总 GDP 出来了，又增长5%，这数据是真好看，哼，好，真好。不过我的工资好久也没怎么变动过呀。今年全国 GDP 增长了5%，你们还说挣不到钱？货物进出口也增长6.1%，怎么大家都在说生意难做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它数据这么漂亮，那到底谁在赚钱呀？我们贷款行业今年反正是没挣到钱，城镇失业率6月份也降到了5%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说找不到工作呢？你们到底还要装多久啊？兄弟们，刚刚我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们2024年 GDP 134.9万亿，同比增长5%啊！哎，舒服了啊，舒服了！大家今天啊买点年货庆祝一下吧。我们经济增长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开开心心的，大家应该赚得盆满钵满了啊！过去1年买年货。好了，我去买榨菜去了啊。那么与此同时，据中国数据服务商问的统计，截至1月18号，已经有9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的业绩预告，其中有超过54%的公司预计亏损，而预计增长的仅占22%。那么更严重的是，亏损超过10亿元的企业比比皆是。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公司公布业绩，你的城市是否也受到这场经济寒冬呢？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体验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